随着二人的一声低喝，光华骤然爆发，化作一道神圣而古老的枷锁。它以一种玄妙无方的方式缠绕在九天巨刃之上，散发出神圣不可侵犯的玄奥气息。九天巨刃上刻录的古老符文，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开始扭曲，光芒震荡，仿佛其中的规则在这一瞬间被重新书改写。随着两位店主心念一动，神脉枷锁的力量陡然再次增强，九天巨刃顿时发生剧烈的颤抖，似乎随时都会被震散。最后，九天巨刃的原本规则尽数的被新的规则所替代，所向披靡的九天锋芒渐渐的消散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那令人心悸的九天巨刃，在两位神殿店主联手施展出的神脉枷锁反击之下，竟如风中残烛般摇曳，最终破碎化为点点的星光，消散于黑暗中。神脉力量果然强大，居然可以改写其中的能量规则。见到自己的攻击被对方击溃，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惊讶之色，反倒是他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自信，眼中闪过一丝玩味之色，似乎在说，想要击败他绝非易事。两位神殿店主在击溃敌人后，紧绷的神经并未松懈分毫，他们深知自己的神脉力量有限，而且也要即将陷入暂时的沉睡，所以时间紧迫，他们必须要在神脉沉寂前决出胜负，不然的话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被对方击杀。甚至两位神殿店主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在这九大神祭司的背后，居然还隐藏着如此恐怖的存在神秘大能者。不过事到如今，只有解决眼前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。于是两位神殿店主以神脉力量为引，充满着玄奥的神圣光芒在他们周身流转，化为一道道光环，并且扩散而去，感应着对方的气息，并且迅速锁定了敌人的具体位置。神脉光束。随着声音从两位神殿店主的喉咙间传出来后，他们手印同步之下，释放出一道璀璨的玄奥光芒，它如同天穹之柱，从苍穹之上贯穿下，目标直指那道隐藏在黑暗中的九天神袍敌影。那玄奥光芒之中蕴含着他们玄奥的神脉力量，仿佛能净化一切不洁之物，其威势让空气都纷纷逃离并震颤起来，空间都被一分为二。在这道玄奥无比的光芒映照下，两位神殿店主的脸庞显得格外坚毅，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坚定与决绝之色。尽管他们身体内的神脉力量即将达到最后的极限，但这一刻，他们将所有的神脉力量凝聚在了一起，只为一击必杀对方。在那神脉光束的另一端，那道九天神袍的身影巍然不动，他的目光深邃而神秘，仿佛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切。然而，当神脉光束即将洞穿他的身影时，九天神袍身影的脸上却是露出一抹绝对超乎常理的从容。即便神罗殿店主和天罗殿店主联手施展神族的神脉力量，在他的眼里却依旧是能够背弃掌控。下一秒，那片黑暗空间瞬间爆发出剧烈的爆破之声。轰！随着这道巨响，神脉光束与九天神袍的神秘大能者彻底的相撞，激起了一阵非凡的能量风暴。整个黑暗的空间都被这股能量所吞噬，光影交错，狂风呼啸。两位神殿店主感到自己的神脉力量在这一刻也达到了极限，他们的体内神脉力量也在快速的减弱，但至少他们的攻击正中对方，就算不死也得是受到重创。轰！轰轰！在那片混沌的战场中，恐怖的玄奥的能量如同狂野的龙蛇般肆意咆哮。能量的爆发不仅仅是强大力量的宣泄，更是一种玄奥规则的展现。那处空间的规则不停地变化着，神脉光束蕴含的玄奥气息与四周被引动的规则交织，仿佛造就了一张无形的大网，企图将那里的一切都要将其吞噬殆尽。恐怖的气息在空气中凝固，形成一股无形的压力，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窒息。两位神殿店主的神脉力量如此恐怖，刚刚对方被顺利击中，怕是凶多吉少了吧？神元宫的一众人目光都不敢移一下，望着那处忽明忽暗的虚空。能赢吗？盘龙副公主虽然身受重伤，但还是忍受着疼痛紧握拳头，连大气都不敢呼一下。萧炎和沐尘也目不转睛，但是他们的脸上却依旧挂着一丝凝重之色，就仿佛他们的危机还没化解一样。沐尘，等会还需要你出手协助。忽然萧炎的一句话在沐尘的耳边响起，然而沐尘疑惑地看着萧炎道：萧炎兄，你的意思是？虽然沐尘的话没有说完，但是他已经领会了萧炎兄所说的意思，而且从萧炎兄话语中，他还听出了他似乎留了后手。轰轰！一道神脉光速的彻底爆发，刺破了黑暗的一道曙光，不仅照亮了黑暗的战场，也照亮了现场每个人的内心。在神脉力量达到最大化的时候，一声巨响，那里的空间像是被无形的力量撕裂，瞬间毁灭，化为一片虚无。这一刻，那里的时间像是被凝固，所有人的呼吸都在同一瞬间停滞而下，然后一片死寂，是令人恐惧的寂静。在这片寂静中，那道九天神袍神秘大能者的身影彻底的消散，仿佛刚刚他从未存在过。众人虽然无法清晰地目睹那惊天动地的一幕，但从那残留的余波中，他们能感受到那场对决的震撼。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交战，更是彼此的天地规则之战，是超越大道的对决，
随着那处虚无中的能量消散，两位神殿殿主的身影也再次显现而出。虽然看不见他们此刻的样子，但他们的脸色开始变得惨白起来，并且喘着大口的呼吸，因为他们施展的神脉力量已经达到最后的极限。现在他们体内的神脉力量已经陷入暂时的沉寂。不过庆幸的是，神脉力量在耗尽之前成功的击中了对方，并且对方应该已经在他们全力施展的神脉光束之下彻底的被消灭。终于被我们击杀了吗？两位神殿殿主吃力的挤出几个字，现在的他们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神力，并且神脉力量也已经沉寂。如果没有灭掉对方的话，那他们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神元宫众人没有看见那道九天神袍大能者，发出一阵阵欢呼声，因为他们都以为在两位神殿殿主的联手攻击下，对方早已经陨灭其中。但站在115苏佑威他们前方的盘龙却是眉头紧锁，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声音中都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不对劲，如果对方真的陨灭在两位神殿殿主的手里，可为何这里的空间仍是黑暗笼罩？而盘龙的此话一出，空气仿佛再次凝固，两位神殿殿主的气息都变得异常的沉重。原本兴奋无比的神元宫，每个人的脸上也都化为了震惊之色。盘龙叔，你的意思是对方没有死？盘龙没有立马回答小龙，而是挥动自己的长袖，一股运势之力的波动轻轻扫过四周的黑暗，却如同石沉大海，未能激起一丝涟漪。他的心中更是警惕了起来。果然事情不出我所料，这里的黑暗已经不是原本的空间，因为在这黑暗之中隐藏着未知的力量，它保护着那位九天神袍的神秘大能者，使得刚刚那道神脉光束的致命一击并没有消灭他。盘龙，你发现了什么？111的语气无比的低沉，他此刻也发现事情并没有如他们所想象那般发生。刚刚我用运势之力扫视了一下这里的空间，发现竟然无法掀起一丝波动，我怀疑我们是否陷入在某种未知的规则之中。盘龙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透出一丝冷静的思索。什么？陷入未知的规则之中？众人的心跳都是猛然加快了起来。如果按照盘龙刚刚所说的意思，他们现在应该进入到了一个被引动出来的一个新规则之中，而这个新规则不是两位神殿殿主神脉力量的规则，而是那位九天神袍神秘大能者的规则。就在大家骇然间，在他们的不远处，那里漆黑如墨的虚无之中，一道仿佛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身影，如同幻影般浮现，缓缓地从那无尽的黑暗中踏步而出。他身披九天神袍，神袍之上的金线在虚空中泛起幽光，宛如星辰穿梭于苍穹，散发出一种超然的气息。众人的眼神紧随着这道身影的每一步移动，心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。盘龙这位神元宫的副公主，仅次于公主的存在，她的声音带着几分凝重，同时打破了四周的沉默。你果然没死。盘龙的目光锐利如刀，似乎要穿透那神秘的九天神袍身影，洞悉刚刚所发生的一切。九天神袍的神秘大能者并未直接回应，而是以一种异样的目光回望盘龙，那眼神中透露出深邃与冷漠，仿佛俯瞰着凡尘俗世的一切纷争。然而下一秒，一道空灵神圣的旨意之声在这黑暗中无处响起。造化神器为本体，被你发现其中的玄奥，确实无也能够理解。这话语中蕴含着属于他自己的那一抹自信与傲然，就宛如他高高在上，世间一切的事物都已经被他看透本质。话音刚落，九天神袍的神秘大能者周身爆发出一股磅礴的神秘力量，一缕缕超然的气息缭绕在众人周围，形成了一层几乎可见的力场。这超然的力量让空气都吓得四处逃窜，就连众人的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。现场的所有人在这超然的力量笼罩下，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死亡压迫，仿佛面对的不是一位大能者，而是一位超然的恐怖及神圣的存在，感受着四周的死亡压迫。那两位神殿殿主的喘息在沉寂的黑暗中尤为凸显，他们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那逐渐凝聚成型的身影上。那是九天神袍大能者，本应已遭神脉光束击杀，却又再一次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众人眼前。这绝对不可能！你刚刚明明已经被我们的神脉力量正中，为何你没有死，而且连一点伤势都没有？